失业潮的寒风正从北到南席卷整个中国，街头的招聘广告越来越少，工厂的机器越来越沉默，写字楼里的人越来越少，而社区里的网格员却突然像春笋一样冒了出来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中国经济失速、财政吃紧、社会不安的直接产物。失业的人越多，情绪越不稳，情绪越不稳，政府的维稳压力就越大。于是，即使财政赤字像黑洞一样吞噬地方政府的最后一点余粮，哪怕教师、医生、环卫工的工资都要拖上几个月，也不能少了这一支隐形的监控队伍。在最新一轮的招聘潮中，网格员成了唯一逆势扩招的岗位。7月31日，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公告在社交媒体刷屏，100个网格员名额，试用期工资2270元，转正后略有上涨，但扣除社保，实际到手不过2000出头。就是这样一份薪资勉强够交房租的工作，依然吸引了蜂拥而至的报名者。原因之一是他背后的那张编制边缘幻影。山东一位网民爆料，济南某街道去年招74名网格员，短短7天就吸引3700人报名，每人100元的报名费，光考务费收入就接近40万元。四川内江今年只招4人，工资不足2000元。即使如此，仍有无数人趋之若鹜。更令人侧目的是，有的地方借机创新岗位，哈尔滨出现了金融网格员，要求大专学历，月薪3000至5000元，工作内容包括每日打卡、信息收集，以及完成一些看似无关金融，实则与重点人群监控密切相关的任务。财政早已绷到极限，但网格员是例外。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0.3%， 仅 9.66 万亿元。全年预计收入24万亿，同比降幅约 2%， 支出却飙到 29.7 万亿，赤字接近 5.7 万亿，同比增长 39%。这种情况下，非刚性支出理应削减，可地方政府反而在维稳支出上加码。这背后有2个原因：第一，网格员工资低，随时可替换，适合财政紧张时的低成本维稳；第二，他们可以承担官方不便公开的任务，从走访收集家庭信息，到盯梢异议人士，再到完成一些政治指标，比如找到36名境外特定地区人员这样的荒诞要求。这些任务常常让网格员夹在居民和上级之间，两头不讨好。一位哈尔滨网民在微信群里吐槽居委会下达的指标根本完不成，如果真有这本事去找人，谁还在社区领2-3千块？而在网格员制度的源头，2004年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试点，没人想到20年后，这个模式会在全国铺开，并与计划生育、统战、党员发展等政治任务捆绑在一起。它的最终形态已经不是简单的社区服务，而是一张覆盖全国、深入到每条街巷、每栋楼道的信息收集网。这张网并不温柔。重庆一名网格员在抖音抱怨工资被拖欠2-3个月，同城网友纷纷跟帖，同病相怜。福建甚至罕见承认部分网格员欠薪，并承诺陆续解决。但拖欠工资并没有换来政策收缩，反而在更多城市出现了扩招。这是以命换稳定的财政赌博，财政缺口已经逼近崩盘边缘，但安全部门的指令是维稳支出绝不缩水。于是，地方政府一边削减基础设施，推迟教师工资，一边挖东墙补西墙，把所有能砍掉的民生开支砍掉，把剩下的钱砸在社会控制上。更隐蔽的是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利用。近年来，外卖员、快递员、代驾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被频繁纳入社会监督员体系。
市场监管总局最新的关于加强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，就要求建立网约配送行业党委，并推动随手拍、随手报。外卖员本来是送餐的，如今要顺便充当党的眼睛。这种模式其实并不新鲜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，靠的就是让人盯人，互相揭发。现在不过是把红袖章换成了工牌，把大喇叭换成了微信群。对于财政吃紧的地方政府来说，这是最省钱的监控方式，不发工资，送个荣誉证书、党员身份，或者答应未来能入医保，就能把成千上万的民间力量绑到维稳体系上。这套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，它让基层治理完全失去了公共服务的色彩。原本居民与社区的互动是为了改善生活、解决问题，如今却变成了防范、监控、汇报。居民的不满情绪累积，反过来又成为维稳要打压的对象，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恶性系统。而这样的循环正发生在2025年的中国。从表面看，扩招网格员是为了加强基层治理，但从经济逻辑看，这是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去维持一个高成本、低产出的监控体系。这个体系本质上并不创造财富，反而会加速经济下滑，因为它不断挤占教育、医疗、基础设施等真正能改善经济活力的投入。2025年的数据已经给出了警告信号。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预测，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将接近 6%， 不仅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之一，而且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危险的水平。与此同时，地方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元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隐性债务，这些债务不产生现金流，却要靠财政硬撑利息。为了补窟窿，地方政府采取了极端手段，缩减事业编制，暂停基建项目，推迟公共部门工资发放。但唯独维稳相关的开支，哪怕是拖欠网格员的工资，也要维持队伍的规模和覆盖率。这种做法就像一座快要坍塌的房子，主人不去修地基，却拼命加固大门的锁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中国现行体制的执政逻辑里，经济衰退是可以靠宣传掩盖的，但社会动荡是致命威胁。只要底层情绪不爆发，其他问题都可以延后处理。于是，维稳成了财政优先级最高的支出项目。可问题是，财政资源并不是无穷的。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社保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1.5%， 养老保险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已经增至20个以上。医保账户赤字也在扩大，在很多2、3线城市，医保个人账户缩水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抱怨热点。财政已经连基本的社会保障都难以维系，却还要在维稳上做加法，这必然导致社会信任度的坍塌。网格员低工资、任务繁重、欠薪常态化，最终会带来高流失率和工作消极怠工。这样一来，维稳的效果反而削弱，甚至引发新的社会不满。更大的风险是监控网络的自我腐化。一些网格员利用工作便利，收集居民收入信息，与诈骗集团勾结。这类案件一旦曝光，不仅摧毁了居民对基层治理的信任，也可能引发全国性的舆情危机。为了降低成本，地方政府还在加速人转机的过程，用高密度的摄像头、AI 人脸识别、社会信用系统来取代部分人力监控。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人将生活在更密不透风的数字笼子里，而这种笼子一旦建成，即使财政破产，也可以低成本维持监控运行。从长远看，这种以维稳为核心的财政支出结构，将制造一个悖论：经济下滑、失业增加、社会不安，维稳加码挤压民生，经济进一步下滑。中国社会正陷入这个螺旋。更何况，中央政府也在不断加码维稳创新。
外卖员兼职社会监督员只是冰山一角，未来教师、医生、护士，甚至国企职员都可能被赋予随手拍的任务。他们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同时，还要顺便收集同事、病人、学生的异常行为线索。这种做法正在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互监网络。这种全民互监的模式并不是中国首创。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，以及东德的史塔西秘密警察系统，都依赖类似的群众监控机制。但历史已经证明，这样的体系在短期内或许有效维持统治稳定，长期必然导致经济失活、社会信任瓦解、统治合法性崩塌。2025年，中国的网格员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，财政养不起却不敢砍，社会反感却不敢停。地方政府像是在玩一场豪赌，赌经济下滑不会引爆社会冲突，赌维稳机器能撑到经济反弹的那一天。可这种反弹至少从现有数据看毫无迹象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中国2025年的 GDP 增速可能跌破 3.5%， 而青年失业率虽然不再公布，但民间机构估算已接近 25%。 这意味着维稳压力还会继续飙升，而财政压力会同时加码，这是一个双向挤压的死亡夹缝。最终，这样的模式只会逼迫政府走向更极端的控制手段，甚至回到毛泽东式的发动群众斗群众。而一旦这条路走到尽头，社会的反弹将不再是零星的维权事件，而可能是全国性的不稳定波动。在经济资源快速枯竭、社会信任急速流失的背景下，维稳机器看似坚不可摧，实则像一座耗尽燃料的庞然大物，它会因为失去供氧而突然停摆。到那时，压抑了多年的不满情绪将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。所以，今天中国地方政府的每一次网格员扩招，每一次欠薪维持队伍，每一次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党建渗透，都是在把社会推向更紧的缰绳。但缰绳勒得越紧，马惊的那一刻就越失控。这就是2025年的中国，财政见底，却在维稳上孤注一掷；社会焦虑，却在监控中越敷越紧。表面平静，实则暗流汹涌。